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之后首次开盘出现了0.17%的下跌。虽然这个位置跌幅不大，但是我们看到美股的上涨动力逐渐衰弱。衰弱原因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正走在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第一轮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从23年10月3日开始，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完成了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从反弹到反转的一个过程。那第二轮行情，我们看到周线级别重新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那唐僧阳线出现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出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在调整过程当中，虽然冲出了一个新高，但是我们更多的认为这个新高产生的原因是在盘面上出现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诱多的过程。不多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那日线级别下跌的这根阴线，我们认为是一个悟空阴线，虽然有反弹过程，但是这个空阴线影响下，下方呢是容易出现日线级别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总而言之呢，周线级别上，道指做完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在这个位置上有必要经历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在这样的行情判断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形成震荡的时间点，为比特币和上证指数提供了多头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资金出现了一个跷跷板效应。我们看 A 股连续出现反弹，包括今天也上涨了接近1个点，从2635涨到了今天的高点这个高点接近3000点接近3000点。那么虽然 A 股是一个下跌趋势，但这里的反弹是有机会在日线连续上涨之后，最终呢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反转，并且呢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走在了一个八戒阳线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对于上证 A 股来说是容易出现反转的。那么比特币的行情恰恰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比特币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可以追溯到23年1月，这里面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23年6月份开始启动，启动之后迅速被打压回来，但是这个周线级别从阳线最终呢在23年10月，也就是比特币月的这个月份当中复活。复活之后，我们看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并没有做短暂的调流。上方呢，我们看到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再次走了出来，走悟空阳线之后，力出现了7周的调整过程之后，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那么沙僧阳线对于比特币来说，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正在沙僧阳线附近调整。那么它的一个调整时间级别，我们认为昨天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跳水，这个跳水的位置是在53000美金附近。我们前面行情当中就给出了53000美金是一个非常密集的，由21年到21年2月到21年10月份形成的一个波峰，构成了一个筹码面议区，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被打压下来的。所以呢，昨天出现了一个试盘动作之后，在小时线级别上走出了小时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昨天我会员群朋友问我这个时间级别是什么级别，我当时说了，这是一个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由53000美金到50000美金50500美金附近的下跌之后，大概率会围绕上涨冲高和下跌回落的筹码密集区做一个盘整。盘整之后，更多的认为在美股震荡的前提下，目前有了由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构成的4小时级别的小时线下跌西游通过合并 K 线构成的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目前已经出现。有了空阴线之后再往下走，可能会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在盘面当中可能会在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更多的震荡，由此引发4小时级别的一个调整。但是比特币的多头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比特币仍然容易走出唐僧阳线，因此呢，如果一旦出现4小时级别完整的调整之后，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可能会出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目标位，我们要在周线级别上去看，这个位置大概是在57000美金到59000美金，也就是说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在5月份之前的行情当中，在比特币减半之前的行情当中，容易冲击一下
6万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大概是在57000到5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最终呢完成比特币的一个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一个过程。虽然比特币在高位出现了震荡，但是我更多的认为，由于现在以太坊和 BNB 这两个币种对 ETH 和 BNB 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特别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目前正走在一个唐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有了这个反弹过程，它的时间级别可能加强到周线级别，并且呢，目前是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第二轮反弹，第二轮次的日线级别反弹，非常有概率站上 0.06 近这个比值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比值站上 0.06 之后，容易继续上行，最终呢引发以太坊和 BNB 的一个快速上涨。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这个结构上来，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我们看现货行情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上涨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逐渐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最终会走完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那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启动时间是在1月8日这一周，走出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未来的唐僧阳线。那么以太坊的目标位是在3300美金前面筹码密集区附近。同时我们看到今天 BNB 也走得比较好，那 BNB 呢和以太坊非常类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首根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启动时间基本上和以太坊的启动时间非常类似，在3年12月份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那么目前正在酝酿出的是沙僧阳线和未来接近400美金的唐僧阳线。从当前的结构上来看，我们看到 BNB 是落后于以太坊，同时也落后于比特币的，因为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过一波下跌，同时呢 Binance 平台也出现过一些类似 BC 被美国起诉的这个问题，因此呢 BNB 在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那么在当前的牛市行情当中，容易出现补涨行情还有个消息就是 CZ 马上就是要美国要判他大概是多少年，或者是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让 Binance 平台重新再次正常的运行那这个消息也会影响 BNB 的一个价格的走势。但整体来看，我们看盘面上目前走在八节阳线的势力范围，正在酝酿的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所以呢 BNB 对于目前不断上线 IEO 有资金进入 Binance 平台的 BNB 来说，我们认为有机会走出唐僧阳线到达400美金附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BNB 目前是一个补涨需求，我们看到比特币领涨之后，以太坊出现了第二个阶段的上涨，那么 BNB 的补涨正是当前盘面进行第三阶段板块轮动之后，平台币出现表现的一个机会。那么最近也有很多新平台、新的交易所它的一些山寨币它的一些平台币涨势都非常好，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些关注。我们这个时间来看 WLD 前天我给出的一个我比较看好，但是由于暴涨没有一个比较好进场机会的一个币种，它的一个上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已经经历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其中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启动时间是在26日，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当时在8美金附近，我就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容易做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走完之后，你要建立一个第一个仓位，大概是在6.3美金。这个6.3美金是我昨天提到的。但是呢，对于急速上涨出现回落的币种，还有个可能性就是在你建立第一个仓位之后，它有可能做日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毕竟这个位置上出现阴线之后，有机会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盘面上的日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涨和日线级别下跌相呼应的一个结构。因此呢，在第一个仓位建仓之后，耐心等待它出现有可能的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建立第二个仓位。当然了，目前第一个仓位在4小时级别下跌6.3美金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我们是在仓位上是获利的，但是呢，我认为在 LD 对于这种特别热门的币种仍然有机会走日线级别下跌。但是从周线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轮行情周线级别走悟空阳线之后，目前处在八节阳线的势力范围，对于周线级别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可以参与的币种，因为上方对于周线级别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更高的一个预期这也是我们对仓位控制的一个操盘手法。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再见。